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女孩哭得如此撕心裂肺？如果你认为韩剧都是以悲情结尾，那么不妨看看这部电影，它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完美。这是男人第一天来停车场上班，大爷交接完工作便转身离开。哲明坐在保安室看着拳击比赛，突然一个女孩闯了进来，他不由分说地把一堆零食塞进哲明手里。女孩表现得十分熟络，这不禁让哲明心生疑惑，于是开口问道：“누구세요? 할아버지는요？” 陌生的声音把女孩吓了一跳，原来他是个盲人，每天下班都会来找爷爷聊天，却不知道爷爷已经辞职回乡下了。他尴尬地把零食从哲明手中拿走，然后起身离开。这时外面下起了大雨，看着女孩孤独的背影，哲明主动上前询问她要不要进屋避雨。他们一起看着电视，虽然静华看不到，但是她却听得十分认真。很快雨停了，临走前静华把自己做的紫菜包饭送给哲明，还叮嘱他身后的夜香花每周要浇一次水。回到家的哲明先是喂了小乌龟，然后吃起陌生女孩送的饭团，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。之后的每一天，静华都会来保安室看电视，哲明则在旁静静欣赏女孩那美丽的侧脸。经过交谈得知，静华在一家公司做盲人客服，多年前的一场车祸让她失去了双亲，自己虽然侥幸活了下来，眼睛却因此失去了光明。失明后的静华需要一份工作养活自己，即使上司经常向她伸出咸猪手，她也是敢怒不敢言。虽然静华看不见，但是听觉和嗅觉却异常灵敏。这天，她礼貌地让哲明打开门通通风。근데 오늘 운동하셨나봐요. 哲明下意识地闻了闻，原来是自己臭袜子的味道。他不好意思地把鞋子穿好，然后仔仔细细把脚洗了一遍又一遍。离开时，哲明送给静华一盒桃子，两人握手告别。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彼此的温度，爱情的种子开始在两人心中萌芽。摸着哲明手上的老茧，静华好奇地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，可哲明却自卑地把手缩了回来。他不愿提起那段不堪的过往。原来哲明曾是一名职业拳击手，退役后的他选择帮人要债。这天晚上，他找到一个欠债的男人，哲明上去就是一顿暴揍。因为拿不出钱，男人绝望地坐上窗台，他将自己点燃，从楼上跳了下去。哲明急忙冲过去拉住男人，可男人身上的火势越来越大，哲明承受不住高温，只好松手。好在男人被地上的杂物接住，侥幸活了下来，而哲明因此被判入狱4年。出狱后的哲明因为良心的谴责，会经常来疗养院看望男人。如今的他被生活磨平了棱角，本以为会就此平庸地度过一生，可静华的出现打破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。哲明开始每天期待和静华相遇，他会提前打开窗户通风，在确认没有异味后，才开始安心地等待静华的到来。在听到熟悉的导盲棍声后，哲明脸上露出掩盖不住的喜悦，他知道是静华来了。静华开始好奇哲明的长相，得到的回答却是꽃미남과는 아니구나。甜蜜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。回家的路上，静华被身后汽车的鸣笛声吓倒在地，脚不小心被身旁的酒瓶划伤。哲明见状急忙跑了过来，他带静华去医院包扎了伤口。回来的路上，静华走路不方便，哲明决定背她回家，静华却一脸坏笑。原来他的家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楼梯，逐渐的哲明开始气喘吁吁，好不容易把静华送到家。죄송한데요. 시간 괜찮으시면 부탁 하나만 더 들어주실래요? 原来静华家的下水道堵了，很快哲明就帮忙疏通了下水道。为了感谢哲明，静华掏出2张音乐会的门票，邀请他一同前往。回去的路上，哲明开心的像个孩子，身体的疲惫也一扫而空。静华也开始期待两人的第一次约会，他特意去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，然后挑选了一身漂亮的衣服，还喷了香水。虽然自己看不见，但他还是想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在哲明面前。音乐会上，静华听得很认真，哲明则一直盯着静华痴痴的看。等到音乐会结束，两人一起去吃烤肉。当静华再次问起哲明以前的工作，哲明却立马变得一脸冷漠。这句话深深刺痛了静华的心，她以为哲明嫌弃自己是个盲人，于是失落的起身离开。哲明在他身后跟了一路，就在静华准备进门的时候，哲明向他坦白了一切。他把自己曾是个拳击手，帮人要过债，还蹲过监狱的事全都告诉了静华。他不是嫌弃静华，而是自卑，让他不知该怎么回答。静华听完后只是跟他道了声晚安，并且从那之后就再也没去找过他。这天，哲明鼓足勇气去找静华道歉，可刚一进门就看到静华正在被上司殴打。原来领导平时在公司就对静华动手动脚，见静华躲避，于是便尾随他来到家中。危急时刻，哲明赶了过来，他一拳把领导打翻在地。领导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静华在一旁哭着求哲明住手。为了给领导一些教训，哲明掰断了他一根手指，还不忘捂住他的嘴，不让惨叫声吓到静华。
面对哲明的出手相救，静华非但不感激，反而怪罪起他。나 해고되면哲明说自己会照顾他。 장사로 구해줄 거예요? 아님 이럴 때마다 와서 사람 팰 거예요? 아저씨가 뭔데 날 책임져요? 面对静华的决绝，哲明只好起身离开。其实静华并不是不想，而是害怕自己会拖累哲明。从那之后，哲明便时刻跟在静华身后保护他。这一切也都被细心的静华感受到。于是晚上，静华找到哲明，他告诉哲明自己辞职了。 다음 주말에 시간 되면 어디 가까운 데라도 데리고 가줄래요? 언젠 책임지겠다더니? 그 정도는 해줄 수 있잖아요, 그쵸? 네, 그럴게요. 很快周末到了，哲明给静华带来一只导盲犬，他给狗起名叫无忧，寓意静华以后可以无忧无虑。两人来到满是青草的河边，他们以鹅卵石作为信物确立了恋爱的关系。为了让静华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哲明决定重回拳击擂台。他开始努力训练，为了不让静华受伤，哲明重新装修了房子。他磨圆了桌子的棱角，拆掉了地上的门槛，还把窗户也换了，让阳光可以照进来。静华抚摸着哲明的脸庞，他想要记住这个自己深爱男人的模样。白天，哲明参加拳击比赛，静华在家里整理家务。晚上，两个人一起看电视，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。这天是静华父母的忌日，他带哲明一起前来祭拜。静华也说出了自己失明的真相。原来当年之所以会发生车祸，是因为静华看见一个浑身着火的人从楼上坠落，这才导致他分神，酿成了悲剧。而这一幕，哲明也记忆犹新。如果当初不是自己去催债，就不会间接导致静华失去父母和光明。自责的哲明朝着沙袋疯狂发泄，他不知该如何面对静华。就在他鼓起勇气想要坦白时，静华却在做饭时不小心弄伤了手。医生告诉哲明，静华的眼睛出现了恶化的现象，如果1个月内不做眼角膜移植手术，以后恐怕就再也治不好了。可做手术需要一大笔钱，于是哲明找到曾经的师弟，希望他能帮帮自己。师弟带哲明见了自己的老板，老板爽快地拿出手术所需的一切费用，但前提是哲明要帮他出国打一场黑拳。哲明知道自己很可能会有去无回，但为了让心爱的女孩重见光明，哲明还是义无反顾地答应了下来。出发前，他销毁了自己所有的证件信息，在老板手中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。他来到医院，告诉静华，等他做完手术，第一个就能见到自己。就这样，哲明来到了地下拳场。师弟告诉他，比赛没有任何规则，直到对方被彻底打倒，就算获胜。哲明在比赛中很快就被对手打倒在地。师弟和老板在楼上观看着比赛。就在大家都以为哲明会输掉比赛时，哲明想起了自己心爱的女孩，爱情的力量让他开始反击。随着一记漂亮的飞腿，哲明赢得了比赛。比赛的奖品是一枚价值100万的钻石，只要把他安全带回国，任务就算完成了。很快，哲明就回到韩国。他先是给医生打去电话，得知静华手术很成功，他激动的连声感谢。这时，身后突然驶来一辆汽车，将他撞倒在地。车上坐的正是他的师弟。原来师弟把全部身家都押哲明会输，结果赔光了。他们抢走了哲明包里的钻石。就在小弟准备解决掉哲明时，远处一辆汽车经过，他们只好迅速离开现场。静华出院后一直没有哲明的消息，于是他来到警局报失踪。可是他们不是夫妻，也不是亲属，仅仅是男女朋友关系，是不被受理的。转眼2年过去了，静华开了一家陶艺工作室。面对身边人的追求，他总是果断拒绝。저 결혼했어요. 他始终相信有一天哲明会来到自己身边。凭借脑海里的记忆，静华一遍遍地想要雕刻出哲明的样子，却怎么也做不到。他抱着模糊的雕像失声痛哭。静华空闲时会到疗养院做义工，帮助那里的病人做康复按摩。这天，静华遇见一个新转来的病人，正是当初死里逃生的哲明。静华走上前帮他做康复按摩，哲明强忍着激动的泪水不敢出声，他怕声音会暴露自己。如今的他根本配不上完美的静华。可就在静华按摩背部时，一阵熟悉的感觉从指尖传来，像极了哲明的身体。他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床头的名字，确认不是后，静华略带自嘲地笑了笑。自己苦苦寻找2年的人，怎么可能轻易出现？等到静华走后，哲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泪水从眼角滑落。他松开了紧紧握着的鹅卵石。哲明决定离开这里。他来到静华的工作室，想要看他最后一眼，结果看到了那只小乌龟。他悄悄将小乌龟拿走。既然不能相认，那就留个念想也是好的。可没走几步，他就被无忧扑倒在地，在他身边不停地摇尾巴。静华在后面跟着跑了过来，他将哲明扶起，问他们是不是在医院里见过。哲明不敢说话，他知道无忧认出了自己，于是急忙转身离开。委屈、思念和不舍在此刻全部爆发，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这个自己深爱的女孩。回到工作室的静华发现小乌龟不见了，就在他要询问店员时，无忧再次朝着门外狂叫不止。此时静华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 혹시
좀 전에 옷발 짚은 남자 왔었어요? 저기 있던 그 야레양 사관인데요. 静华急忙跑出去满大街的寻找那个他一直在找的人，就这样被他再次给弄丢了。静华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，他捶打着自己的胸口，后悔没能早点认出这个深爱自己的男人。静华没有放弃，他想到一个哲明可能会去的地方，他来到两人定情的河边。 시내가 그랬잖아요. 눈 뜨면 아저씨 얼굴만 보겠다고. 근데 왜 하루 종일 내 얼굴만 보게 만들었어요? 静华抚摸着这张他朝思暮想的脸庞，他告诉哲明：“我的眼里只有你。”两人紧紧拥抱在了一起，因为你的出现，我的世界才有了光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和心爱的人一起在经历风雨后，手牵手一直走下去。